军营春早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。近年来，该旅先后3次斩获金飞镖，完成一系列重要演训任务，被誉为“天山雄鹰”。从据守天山到飞越天山，上高原、战荒漠、飞远海、出国门，不断唤羽高飞。今天是大年初6，年味未消，战意已浓。此时此刻，天山雄鹰正在为节后开飞做着紧张的准备。马上来连线就在现场的记者庄小莹。小莹你好，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。好的，楚雪，我现在呢是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场，可以看到呢我身后远处朦胧的雪山，地面上呢也是铺满了厚厚的积雪啊。这里呢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，虽然此刻正值正午，但是气温呢是低达零下22摄氏度左右，加上外场风大，体感温度还要再低一些，我已经是从头冻到脚，瑟瑟发抖了。今天呢也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此刻呢可以看到停机坪上停放着数架歼轰7A 战机，我们的机务人员呢正在紧张地忙碌着，场站的各类保障车辆呢也在有序的工作，他们正在进行春节假期结束后的节后开飞训练的飞行准备工作。那么飞行准备工作呢，简单的来说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，就是冲填加挂。首先呢是冲，也就是给战机来充气。我们看我身后呢有一辆充氧车，那么机务人员呢就正在准备给这架战机进行充气工作。战机身上哪个部位需要用到氧气呢？没错，想必您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就是飞行员们的氧气面罩了。那么此时呢，这辆充氧车通过和这个管路的连接，机务人员呢正在给座舱当中的供氧系统进行充氧。除了氧气之外呢，还需要给战机充氮。那么氮气呢，则用于战机身上的应急能源系统。当液压系统失效的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它能够实现起落架的收放这样的功能。填呢，指的是给战机填充各种特种液体，比如说用于驱动舵面的液压油，以及用于发动机的润滑油。当然呢，也少不了给战机加油了。那么这边这辆车辆呢，就是一辆加油车。那么此时呢，这辆车准备给这边的这架战机进行加油工作。我们一起过来看一看。班长您好，我看您刚才用这个玻璃瓶装了一瓶油，这个是做什么的呀？就我们加油之前要对油料进行化验，保证合格。我刚才从底部取样，通过目视检查里边有没有水分和杂质，如果有水分，可能会结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哦，明白了。气温低，如果水分进入的话，有可能会结冰，还要防止杂质的混入。您刚才说是从底部取出来的，也就是因为杂质如果存在的话，它一般是沉淀在最底部。是的。那么这一瓶已经合格了吗？合格了，理化指标之前在我们油料库已经化验合格。就是目视检查没有杂质和水分就可以进行加油了。是的。相当严格，那您先忙，谢谢班长。此时呢，在现场除了看到忙碌着的机务人员，我还看到我们的飞行员们也来到了现场。那么此前呢，我了解到，虽然今天没有飞行，但是飞行员们要来到现场呢，进行这个座舱实习。什么是座舱实习呢？也就是他们要通过在地面的座舱当中进行去感受座舱环境，同时要熟悉设备的操作，还要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模拟处置，来迎接节后的全面的开飞训练。那么在节后呢，他们要继续通过实战化训练来锤炼制胜能力。突防突击呢是歼击轰炸机部队的杀手锏。那么作为一款歼击轰炸机啊，歼轰7A 战机呢不仅能够对空作战，还有很强的对地对海的打击能力。那么飞机身上呢有很多的机载挂点，我们来看2架战机的中间，这些橙色的形状各异的地面设备呢就是挂载工具。通过这样的挂载工具呢，能够将弹药等外挂物运送到机载挂点的下方。那么此时呢，我身后的这个机务人员呢就正在检查机载挂点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我们弹药等外挂物呢，不是说挂上去就可以了，那么它是有严格的数据标准的。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机载挂点上面的指动器呢，它的长短距离是可以调节的，那么这就直接影响到弹药等外挂物它的角度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影响射击的精度。好的，此时呢可以听到战机的轰鸣声响起来了。在完成了准备工作之后呢，机务人员要通过试车暖机
来检查飞机各项系统的工作指标是否正常。那么今天呢，是我在这支部队的第10天，在春节期间啊，战机的轰鸣声也是时常响彻机场上空的。他们的战备飞行是随时准备拉动的，而从明天开始呢，他们的日常实战化训练将全面铺开，从严从难，战鼓即催征。春节后的开飞训练即将开启。好的，初雪，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好的，谢谢小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。那么刚才在画面当中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支空军航空兵部队呢是地处天山脚下，常年战风雪斗严寒。我们的记者在此次蹲点拍摄期间，也是遭遇了连续多天的恶劣风雪天气。那么如何去克服极端天气，确保常态化快速战备呢？来看记者对一次飞行训练的全记录。是白茫茫的一片。今天呢，风雪持续了一整天。此时呢，场务连的官兵们呢紧急出动。那么虽然现在的雪还没有完全停止，但是为了要保证在雪停之后，地面的积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清除，他们使用强推车要对地面的积雪进行第一波次的清除。我们目前采取的原则是边下边吹，预防结冰这种原则。主要的目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机场战备值班能力。此时呢，飞行员驾驶歼轰7A 战机呢正在停机坪上滑行，马上准备起飞。今天呢，他们将在山谷当中超低空穿行。485计时，山谷低空起飞。离慢。此刻的气温是达到了零下接近20摄氏度左右。除了气温低呢，他们在山谷当中呢还有可能会遇到强气流，那么这样也非常考验飞行员在冬季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能力。抵达山谷航线后，飞行员依据地形起伏和山谷走向，及时调整飞行动作，并时刻分析环境，制定最佳突防突击路线。低空、超低空飞行是歼击轰炸机部队的看家本领，也是突防突击的重要手段。尤其是钻山谷飞行，更是被形象地称为锅底飞行。在山谷中超低空飞行，同时要灵活规避两侧山体障碍。这是难度系数极高的实战化科目，对飞行员的操纵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。钻山谷飞行其实是我们在突防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，它可以有效地减少离雷达探测距离，使我们可以突得更远，突得更安全。对于每一条山谷航线，我们都要进行不断研究，通过反复的一次一次的下降高度，去适应这条山谷。在整个山谷飞行的过程中呢，需要你在飞行的过程中实时根据地形地貌和山谷的走向去操纵飞机，这就需要你对飞机的操纵性要相当的精准。天山雄鹰这支空中劲旅也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部队，曾执行过核爆穿云取样重大任务，涌现出舍生忘死的穿云25勇士等先进典型。近年来，他们紧跟任务需求，通过大量日常穿山谷、超低空、实弹射击等训练，锤炼突防突击实战能力。曾经3次在空军突防突击竞赛性考核中勇夺金飞镖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认识驾驶飞豹勇夺金飞镖的飞行员。田心是2020年获得金飞镖奖的前舱飞行员，驾驶飞豹战机已经10年。10年间，他驾驶飞豹战机留下很多难忘的飞行航迹。那一次参加联合演习的经历就让他印象深刻。当时任务要求我们
要飞越一个接近90度转角的一个山谷，山谷的这个走向啊，相对转弯角度大，要求你转弯半径可能要更小啊，再加上陌生区域有陌生的环境，因为如果一旦操纵不慎，有这个撞山的这个风险存在。然后后来我也是了解到，说是有其他国家的飞行员驾驶这个战机，成功穿越过这个山谷，当时也是激起了我的这个好胜心。田心和团队对地形图进行研究，分析转弯角度，对速度、坡度和转弯时机进行大量研判，最后安全通过山谷。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自豪，因为我觉得别的国家飞行员能做到，我们国家也可以做到啊，我们中国空军也可以做到。朱宇是2020年金飞镖比赛中获胜机组的后舱飞行员，在那次比赛中承担侦察任务。无异于大海捞针的目视侦察，不仅考验飞行员的眼力、手工，更要求飞行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任务组在几十公里范围内，随机布置了不同颜色、不同形状的小目标，供我们这个去搜索和发现。不依赖这个外部设备，我们把这几十公里范围内，地形地貌都刻到脑子里。同时呢，在脑中形成一定的网格，在空中一旦发现相类似的，迅速在脑中搜索，通过网格定位迅速发现。飞行员张廷丽被队友们称为金牌后舱。2015年，这只内陆天山雄鹰飞越远海，在海上金飞镖夺取奖杯。那年是我刚改装完成，作为一个内陆部队，当时通知我们要参加海上突防突击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都很慌。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湖泊，我们可以把它做仿真作为一个海平面，然而利用这个湖面短短的30-40公里的距离，作为海上我们突击过程中的最终的一个节点。为了磨砺海上突防突击能力，这支内陆部队克服环境限制，以湖防海，研究战术战法，进行大量训练。从据守天山到飞越天山，这支空军航空兵部队战荒漠、飞远海、出国门，在祖国西北边陲不断锤炼制胜本领，守护祖国西部空天。我和飞豹战机是共同成长的，我和我的战友们依然驾驶着这款战机，保卫着祖国的边疆。每当在空中翱翔的时候，看着机翼下的这片土地，我们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大。作为一支戍疆部队，守护边疆的责任义不容辞。要想树立在西部空间的青松不倒，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。